美国真的在衰落吗？还是我们被困在信息茧房？这个问题表面问的是美国，其实问的是中国。一个中国人问美国真的在衰落吗？他真正困惑的不是美国，而是为什么一个国家明明枪击、毒品、流浪汉、医疗债务、政治撕裂、种族冲突、基础设施老化、制造业空心化、社会冷漠都摆在眼前，却依然能吸引全球精英，依然掌握美元，依然拥有硅谷，依然是世界第一。中国人把国家必须对普通人负责误以为世界默认逻辑，我们默认一个国家强大就应该让普通人活得更好，国家强，治安应该更好，医疗应该更可及，基础设施应该更稳定，底层不该像垃圾一样被系统抛出去。这是中国人的默认操作系统。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真正让中国人宕机的地方不是它有多差，而是它可以让普通人过得越来越残酷，同时仍然作为一个帝国机器继续强大。先说结论，美国当然在衰落，但美国衰落的不是它作为全球资本、科技、军事、金融平台的能力，美国衰落的是它作为普通人生活共同体的能力。更准确的说，美国不是简单的衰落，美国正在从国家退化成平台。首先要分清是哪个美国在衰落。中国人讨论美国最常见的错误是把美国当成一个整体，其实美国至少有3个美国。第一个叫帝国美国，包括美元体系、华尔街、硅谷、军工复合体、顶级大学、全球资本市场、英语世界话语权、全球人才虹吸、情报系统、科技创新网络、盟友体系、航母编队等等。这个美国能用美元潮汐影响全球资产价格，能用科技公司定义数字世界，能用大学和实验室吸纳全球头脑，能用军工和盟友体系维持霸权，能用好莱坞、社交媒体、英语互联网把自己的价值观输出到全世界。这个美国没有完，它仍然强的离谱。第二个叫共同体美国，也就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美国，包括治安、社区、学校、医院、道路、桥梁、工厂、工作、住房、食品、保险、公共服务、地方秩序、社会信任等等。这是一个国家作为生活共同体的那一面。普通人能不能安全生活、稳定工作、养家糊口、生病能治，孩子能上学，晚上敢出门，老有所养。这个美国正在坏，坏得非常明显，但是又坏得极端不均匀。反映到现实就是美国不是每个角落都是地狱，有些城区烂得离谱，有些富人区、大学城、郊区依然舒服，有些地方像赛博朋克里的贫民窟，有些地方像未来世界展厅，这是属于共同体断裂。第三个叫耗材美国，也就是被系统筛下去的人，失业者、流浪汉、成瘾者、无保险者、负债者、底层劳工、非法移民、单亲家庭、被学贷困住的年轻人、被医疗账单打穿的病人、被房租、汽车、保险、信用系统吊起来的人。他们不是美国的人民，他们更像美国平台上的失败样本。这个美国最惨，因为把你的生存成本全部金融化、保险化、市场化、个人责任化。医疗是账单，教育是贷款，住房是租金，交通是汽车，保险是门票，信用是通行证，地址是身份，工作是医疗保险的入口。一旦你掉下去，就不是单点失败，而是系统性坠落。失业牵动医保，医保牵动看病，看病牵动债务，债务牵动信用，信用牵动租房，租房牵动地址，地址牵动工作，工作又牵动医保。这不是贫穷，这是死亡螺旋，这是斩杀线。所以美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国家或者坏国家，美国是3层结构叠在一起。帝国美国还强，共同体美国在坏，耗材美国越来越多。你只看第一层，会觉得中国人在意淫美国衰落；你只看第2层，会觉得美国马上要完；你只看第3层，会觉得这玩意儿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真正的美国是这3层同时存在。共同体美国为什么坏了？因为制造业把国家肉身带走了。共同体美国坏掉的根源，制造业被掏空后，普通人和国家之间的生产性连接中断。制造业不是简单的工厂，制造业是熟练工人、供应链、地方社区、蓝领尊严、小镇经济、工业动员能力，是美国普通人通过劳动进入中产的通道。过去美国最强的时候，一份蓝领工作可以养家，可以买房买车，孩子们相信自己会比父母过得更好。那时候美国不只是帝国平台，它也是生活共同体。但去工业化之后，美国把大量制造业外包出去，换来了更高的利润、更轻的资产、更强的金融收益、更便宜的商品以及更有利的资本回报。短期看很爽，但是长期下去，国家的制造业被掏空了。美国仍然有高端制造、军工、航空、芯片、医药、精密设备，
但制造业不再是普通人生活共同体的基础，它变得越来越少数，越来越高端。大量普通人从生产者变成了服务者、消费者、负债者、平台、劳动者、失败者。过去普通人觉得我在工厂工作，我造汽车，我属于这个国家的生产体系，我的劳动和国家强大有关。去工业化之后，很多人变成服务员、仓库工、临时工、平台劳动者、失业者。这时候普通人和国家之间的连接断了，国家依然强，但强不再通过他们的劳动实现，国家的强变成华尔街的强、硅谷的强、军工的强、美元的强、资本的强。这时普通人不再是参与者，而变成了系统耗材。这就是美国去工业化最深的代价，它不是只丢了工厂，它丢的是普通人和国家命运之间的连接。这就是为什么共同体美国在坏，因为美国不再需要那么多普通人也能维持帝国平台运转。美国不是中国式的国家，美国更像一个超级公司。这是理解美国的第一把钥匙。我们国人理解国家，默认国家是人民的组织形式，国家的强大最终应该回流到人民生活。所以我们看美国会很困惑，你都世界第一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流浪汉？你都这么有钱了，为什么医疗账单能把人逼死？你都科技这么强了，为什么火车还能脱轨？你都民主自由了，为什么底层这么无助？因为美国不是这个逻辑，美国更像一个上市了200多年的超级跨国公司。他真正关心的不是每个普通人过得好不好，他关心的是资本能不能继续流入，人才会不会继续来，技术能不能继续突破，美元信用能不能维持，军工订单能不能继续转，金融市场能不能继续定价世界，盟友体系能不能继续控制，全球规则能不能继续由他制定。至于底层，能工作就工作，不能工作就淘汰，能消费就消费，不能消费就消失，能给资本创造回报就被纳入系统，不能创造回报就被推到系统边缘。这就是美国最残酷也最有效的地方。如果你把美国看成一个传统国家，它问题多到像王朝末年，但如果你把美国看成一个超级公司，你会发现它还活得很好。底层不满等于末位淘汰，非法移民等于劳务派遣，贸易逆差等于轻资产模式，制造业空心化等于重资产外包，金融泡沫等于概念驱动，政党轮替等于董事会换经理。美国的普通人崩了，但是美国这个公司不会崩。这就是美国和中国最根本的差别。我们以为国家是家，但是美国则更像公司。家里面一个人病了，大家会觉得这事儿应该管，而公司里一个人废了，只要不影响财报就可以换掉。理解这一点就能解释美国的很多现象。美国不是没有人民，而是人民从未成为它的主操作系统。美国不是完全中国意义上的人民。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也有过对大资本垄断和城市贫困的反抗。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也有过国家介入市场、保护工人、重建社会保障的努力。工会运动也曾经让美国蓝领获得过尊严、工资、福利和中产生活。马丁·路德·金不只是讲种族平等，他晚年也推动过穷人运动，试图把黑人、白人、穷人、拉美裔、原住民、底层劳动者连接成一个更广泛的人民联盟。现在的桑德斯等政治人物也不断试图用 1% 和 99% 的框架把美国重新讲成一个阶级共同体，但是这些理念从来没有真正压过资本平台逻辑。他们会周期性出现，然后被吸收，被党争吸收，被身份政治吸收，被法律程序吸收，被基金会吸收，被大学话语吸收，被媒体叙事吸收，被资本让利吸收，被中产化吸收。最后美国又重新回到最底层的操作系统里，个人、权力、市场、资本、契约、竞争、筛选。所以美国可以短暂的像一个人民国家，但它无法长期成为一个人民国家，因为它缺少一个中国意义上的整体性人民。美国有公民，有选民，有纳税人，有消费者，有员工，有少数族裔，有身份群体，有社区居民，有自由个体，但它很难把这些人稳定的组织成一个政治伦理里的整体。什么叫中国意义上的人民？不是单纯人口，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不是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而是一个政治伦理里的主体。它意味着国家合法性要向他们负责，他们的生活改善是国家强大的证明。他们不是纯粹的市场单位、消费者、劳动力、成本项、数据、信用分，他们是国家叙事里的中心。美国最擅长讲权力，但权力和人民不是一回事儿。权力保护的是个体边界，人民强调的是整体责任。美国擅长前者，中国传统更重后者，所以美国社会出了问题，
很容易被拆成个人选择、保险问题、信用问题、社区问题、种族问题、政党问题、生活方式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每个说法都不完全错，但他们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把整体性的苦难拆碎。一旦苦难被拆碎，人民就很难形成，这就是美国的冷酷之处。它不是没有同情，不是没有改革，不是没有左翼传统，不是没有社区互助，不是没有工人运动，而是这些东西总是无法成为美国长期稳定的主操作系统。美国的主操作系统仍然是资本平台，人民传统会反复出现，但资本平台总能把它重新吞回去。所以美国不是没有尝试过成为人民国家，美国是每一次靠近人民国家都被资本平台逻辑反噬。印度解释苦难，美国分散苦难。印度文明的厉害之处是解释苦难，现实太苦了，怎么办？宗教解释、轮回解释、种姓解释、命运解释，你不是无缘无故受苦，你在宇宙秩序里有一个位置，它的底层逻辑是把苦难解释掉。美国不一样，美国不太解释苦难，美国更擅长把苦难分散掉。你看美国的痛苦永远很难聚成一个整体，医疗痛苦被分散成保险问题、医院账单问题、制药公司问题、州政策问题、个人保险选择问题，教育痛苦被分散成学贷问题、大学收费问题、专业选择问题、个人投资问题，治安痛苦被分散成枪支问题、警察问题、种族问题、社区问题、贫民区问题、精神病问题，贫困痛苦被分散成个人懒惰、毒品、家庭崩坏、教育失败、移民、地方治理、身份政治。每个痛苦都是真的，但每个痛苦都被拆碎了，拆碎以后就很难聚成一个共同敌人。这就是美国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它不是没有痛苦，它是太会把痛苦分散了。印度是解释苦难，美国是分散苦难，中国是什么？中国是处理苦难。虽然处理可能不太完美，会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问题，但中国人面对苦难的反应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该管，是不是该治理，是不是该兜底，是不是不能让人彻底掉下去。这就是三种文明操作系统。印度苦难可以被解释，美国苦难可以被分散，中国苦难必须被处理。这才是这三个国家最底层的差异。美国社会这么残酷，为什么还吸引全球精英？答案很简单，因为美国不是承诺让所有人幸福，它承诺的是，如果你足够强、足够狠、足够适应竞争，它愿意给你世界上最大的舞台。这不是温情，这是筛选。美国梦的本质不是人人都能过好日子，而是全球最强的那批人可以在这里把天花板打穿。你有技术，你来；你有资本，你来；你有野心，你来；你能融资，你来；你能创新，你来；你能承受孤独。竞争、法律、税务、身份、文化、风险和高压，你来。赢了，赢家通吃；输了，楼顶天台。所以美国吸引的不是所有人，美国吸引的是相信自己能赢的人。这就是美国作为筛选机器的恐怖之处。我们要自己培养14亿人，美国不需要。美国可以从全世界筛选印度最好的工程师，欧洲最顶尖的科学家，中国最有野心的创业者，拉美最敢赌命的移民。只要他们相信美国梦，他们就会自愿进入这个巨大的经济场。美国甚至不需要先证明他对所有人好，他只需要证明一件事，最强的人来了，有机会赢，这就够了。所以美国最强的不是福利，不是平等，不是安全，而是他给世界上最有野心的人一个巨大的上桌机会。哪怕这张桌子下面堆满失败者，赢家不在乎，因为每个进去的人都相信我不会是桌子下面那个。这就是美国梦最狠的地方，他不是在骗弱者，他是在诱惑强者。他告诉全世界，你不是普通人，你是那个能赢的人。于是全世界的强者、疯子、赌徒、天才、野心家、机会主义者都开始往那里流。这就是美国的全球筛选机制，它不需要人人幸福，它只要赢家足够耀眼。为什么我们看美国会产生错觉？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另一套文明叙事里，我们默认国家是真的，人民是真的，公共系统是真的，底层要被纳入治理，出了事应该有人管，再穷也不能彻底放弃。你可以说现实里有太多不完美，但我们的国家想象里，普通人不是可以被随意丢弃的垃圾。所以我们看美国，天然会带着我们的尺子去量，一个国家都这么强了，怎么能让人因为看不起病破产？怎么能让街上这么多流浪汉？怎么能让普通人被枪击、毒品、债务、保险和租金系统吞掉？怎么能把底层留给市场自生自灭？这个疑问本身就暴露了中国人的信息茧房。
我们的茧房不是把美国想得太坏，而是我们以为国家强大天然应该服务普通人生活，以为国家和人民天然绑定，以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至少应该努力把普通人拖住。但美国告诉你不一定，国家可以强大，普通人可以很惨，科技可以先进，社会可以撕裂，资本可以繁荣，底层可以崩溃，大学可以顶级，基础教育可以很烂，医疗技术可以全球领先，普通人可以看不起病，军队可以全球部署，本土街区可以像废土。这就是美国这面镜子真正照出来的东西。强国不一定等于人民幸福，强国也可能只是资本平台。为什么我们很难接受普通人被系统丢掉？为什么我们国人会本能觉得国家应该管底层？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善良，也不是因为我们道德更高，而是因为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早就把一个残酷事实刻进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骨头里。如果一个政权不能照顾底层，那么底层真的会把它推翻。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华文明里就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政治基因。底层不是永远沉默的，他们不是牲口，不是耗材，他们如果活不下去是会组织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王朝灭亡的发生基本上都是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灾荒失控，官僚腐败，流民四起，基层崩坏，民变扩散，最后改朝换代。从秦末到汉末，从黄巾到隋末，从黄巢到朱元璋，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中国历史反复告诉统治者，普通人不是可以无限压榨的。如果他们没有活路，他们会给你创造一个新朝代。所以中国的人民意识不只是现代政治话语，它有很深的历史基础。儒家讲民本，尚书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话能写出来，说明统治者知道底层的可怕。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第一性原理。你不能只把人当耗材，因为耗材聚起来会变成历史。所以中国人看美国会很困惑，你们底层都这样了，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有枪也不起义？为什么流浪汉、无保险者、药物成瘾者、底层劳工不能形成政治力量？答案很简单，枪不是革命，组织才是革命。美国有枪，但美国底层高度原子化。我们禁枪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温顺，恰恰相反，中国太知道基层暴力一旦组织化会发生什么。中国历史不是没有武德，中国历史是武德太充沛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真到活不下去的时候，不是不会反，是太会反。所以我们的国家治理传统里一直有一个底层恐惧，不能让大规模底层绝望聚集，不能让流民形成政治力量，不能让基层社会彻底脱离国家控制，不能让普通人的苦难积累到不可收拾。所以中国才会这么重视治水、赈灾、粮食、基层户籍、乡村治安、交通、教育、扶贫。这些东西不是单纯的善政，他们也是政权生存的底层逻辑。一个中国政府如果长期不能让老百姓过下去，它不仅道德上失败，政治上也会危险。这就是中美最大区别。美国底层被彻底的切碎、分散、原子化、身份政治化，而中国底层历史则不断证明，只要苦难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变成改朝换代的力量。所以中国不可能完全接受美国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我们不会学，是这套东西和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验冲突。在美国底层死了只是统计数字，在中国底层活不下去就是历史周期率。这是文明记忆留给中国人的宝贵财富。为什么必须让人民过好日子？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复讲人民要共同富裕、全面小康、脱贫攻坚？为什么搞大基建要把路、电、网、水、物流、教育、医疗不断往基层铺？真正的底层逻辑是政党的核心合法性，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这句话不是口号，这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近现代革命历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代国家建设全部合流后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贵族政党，不是一个财团代理人政党，不是一个地方寡头联盟。它的起家叙事、革命叙事、执政叙事、合法性叙事都离不开人民。人民过不上好日子，它的叙事就会受损。所以中国的大基建不只是工程，它是政治伦理落地。扶贫不只是经济工程，它是国家把最底层人口重新纳入现代生活系统。共同富裕不只是分配口号，它是在提醒市场和资本，你们不能只制造赢家而把失败者扔进黑暗。这件事非常重要。
因为全世界很少有大国真正尝试过在10几亿人口规模上把极端贫困大规模压下去，把基础设施铺到县乡村，把电网、交通、通信、教育、医疗、物流系统往基层推进。当然过程不可能尽善尽美，但你不能否认他是真的在做。他不是美国那种你失败了是你个人问题，也不是印度那种你受苦了来世会解释。中国更像是这个问题太大了，国家必须动员起来处理。这就是中国的伟大之处，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他仍然坚持一个极其困难的方向。这么多人不能只让赢家活得好，这件事很重也很难。美国可以让失败者消失，印度可以让失败者被意义系统吸收，但中国不能这么轻松。中国必须面对他们，必须登记他们，必须统计他们，必须组织他们，必须给他们修路、通电、建校、接网、兜底。这就是高组织文明的重量，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的重量。所以中国人看美国真正应该升起的不是低级优越感，而是对自己这套文明任务的重新理解。我们不能变成美国。中国拒绝耗材逻辑，但耗材逻辑也正在中国生长。说中国很难接受普通人被系统丢掉，这句话成立。但如果说我们天然免疫社会达尔文主义，那就太乐观了。中国的文明底层和政治伦理确实拒绝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另一面也必须看见中国现实里耗材逻辑正在生长。35岁危机、学历歧视、年龄歧视、末位淘汰、绩效排名、KPI 压迫、平台算法、灵活就业、外包派遣、内卷、躺平、中年失业，年轻人被房贷、车贷、彩礼、教育、职场竞争压得喘不过气。这些东西正说明中国虽然在政治伦理上拒绝人是耗材，但在市场逻辑和绩效系统里耗材化正在发生。这是我们社会正在发生的矛盾，一边是我们的文明底色和政治伦理在说普通人不能被系统丢掉，另一边是市场、平台、绩效、资本竞争在说你不达标，你掉队。美国的问题是资本平台公开吃人，中国的问题是高组织系统可能在发展压力中不知不觉把人压成指标。美国让市场说你没用，你下去；中国的危险是让系统说你不够优秀，你掉队。前者很残酷，后者很沉重。所以我们不能只嘲笑美国，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是，不要让美国是耗材逻辑披着效率、绩效、增长、优化、竞争、灵活就业、市场选择的外衣在中国内部长出来。因为一旦中国也开始相信底层被淘汰很正常，年轻人被债务压垮很正常，中年人被职场丢掉很正常，普通人被平台算法榨干很正常，失败者没有价值很正常。中国就不是赢了美国，而是中国是变成了美国，这才是最可怕的。当时我们这个文明真正伟大的地方，不是它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而是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伦理和国家叙事不允许它公开承认人是耗材，这就给了纠偏的空间。只要人民这个词还在政治伦理中心，只要共同富裕、脱贫攻坚、基层治理、公共服务、乡村振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些东西还被视为国家责任，只要国家仍然承认普通人的生活改善是自己的合法性来源，那中国就还有机会不断把市场和绩效系统拉回来，这才是中国最值得乐观的地方。不是中国没有耗材化风险，而是中国仍然拥有反耗材化的文明资源和政治资源。美国的问题是资本平台吃人之后，很多时候可以说这是自由选择。中国的问题是，如果系统压人，它仍然会被迫面对一个问题，这是不是背离了人民？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中国的护城河。美国为什么让中国人又爱又恨？因为美国代表了现代性的另一张脸，美国代表的是自由、资本、冒险、个人、筛选、流动、创新、赢家通吃、全球平台。中国代表的是组织、秩序、动员、集体、基础设施、公共系统、现实改造、国家穿透。美国把人筛选出来，中国把人组织起来。美国让最强的人爬到顶端，中国让大多数人进入系统。美国的问题是系统太冷，中国的问题是系统太重。美国像一个巨大的全球竞技场，能让天才、疯子、资本家、科学家、创业者、移民精英冲上极高的位置，也会让失败者从看台下面掉进黑暗里。中国像一台巨大的文明压缩机，能把10几亿人压进同一套现代秩序，也会把个体压进考试、考核、指标、绩效和内卷里。这就是美国和中国的两种现代性，一个冷酷，一个沉重，一个怕不流动，一个怕乱，
一个相信筛选，一个相信组织，一个只在乎最后谁跑出来，一个想把所有人带上车。所以中国人看美国会有一种复杂的情绪，羡慕他的自由，抵触他的冷酷，佩服他的创新，厌恶他的混乱，向往他的舞台，害怕他的无情，嘲笑他的衰落，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强大。因为美国本身就是矛盾体，就像北京人在纽约里说的那样，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我们真正难以接受的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如此坦然地让输家去地狱？这就是中国人的底层伦理和美国系统的冲突。所以美国会不会崩？美国不会按中国人想象的方式崩。中国人想象的崩是王朝式崩溃，财政崩，民不聊生，流民四起，揭竿而起，中央失控，地方割据，改朝换代。但美国不是中国王朝，美国底层高度原子化，美国的穷人不容易形成流民共同体。美国有枪，但枪不等于组织。美国有愤怒，但愤怒不等于革命。美国有阶层撕裂，但撕裂本身也会阻止底层团结。美国有身份政治，但身份政治经常把阶级问题切碎。美国有两党冲突，但两党冲突也会把真正的系统矛盾吸收进选举游戏里。所以美国不会简单亡国，它更可能下沉，社会继续下沉，公共系统继续下沉，基础设施继续下沉，底层生活继续下沉，政治共识继续下沉，但顶层科技、金融、军工、美元、资本市场还在。就像一栋大楼，低层着火，中层漏水，地下室住满流浪汉，电梯坏了一半，楼道里有人吸毒，物业互相甩锅，但顶层会议室还在交易全球资产。这就是美国，它不会因为底层惨就自动倒塌，因为它不是靠底层幸福维持强大，它靠的是顶层对全球资源的持续捕获。所以美国的结局不一定是亡国，更可能是拉美化、平台化，国家外壳还在，国旗还在，军队还在，美元还在，大公司还在，顶级大学还在，但普通人和国家之间的共同体关系越来越弱。那时候美国还叫美国，但它已经不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个美国。美国这面镜子照出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所以回到问题，美国真的在衰落吗？还是我们被困在信息茧房？答案不是二选一，美国真的在衰落，但我们也真的有信息茧房。美国衰落的是它作为普通人共同体的能力，它没有衰落的是它作为全球资本平台、科技平台、军事平台、美元平台的能力。而中国人的信息茧房不是把美国想得太坏，而是把国家应该照顾普通人当成了世界默认逻辑。这不是世界默认逻辑，这是中国式国家观，是中华文明长期高组织、重现实、重人民、重统一、重治理之后形成的特殊政治伦理。我们太习惯把国家理解成一个必须对普通人负责的东西，所以我们看美国会困惑。但美国这面镜子告诉我们，国家也可以不是家，国家也可以是公司，国家也可以是平台，国家也可以是筛选器，国家也可以允许赢家极度辉煌，输家无声消失，国家也可以让资本和科技继续增长的同时，普通人的生命体验不断下沉。这才是美国真正给中国人的认知冲击。印度告诉中国现代秩序不是世界标配，美国告诉中国强大国家也不一定是人民共同体。印度让我们看见中国的高组织能力有多稀缺，美国让我们看见中国的人民国家想象有多珍贵。印度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组织能力，10几亿人的现代化会碎成什么样？美国提醒我们，如果只有资本平台而没有人民共同体，强大国家会冷成什么样？这就是中国真正该获得的身份认同，不是低级的印度烂，不是低级的美国完，也不是低级的中国赢麻了，而是中国走的是一条极难的路。它既要组织10几亿人，又不能把人压成纯粹零件；它既要发展市场，又不能让资本吞掉社会；它既要释放创新，又不能把失败者扔进黑暗；它既要效率，又要兜底；既要竞争，又要共同体；既要强国，又要人民。这条路很难，非常难，难道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几个大国真正走通过？美国选择了赢家通吃，印度选择了碎片共存，欧洲选择了高福利小规模共同体，而中国面对的是10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这不是普通国家题目，这是文明级难题。所以中国人真正成熟的国家荣誉感，不是觉得中国没有问题，
中国当然有问题，高组织度会制造压力，高绩效会制造内卷，强系统会压缩个体，公共秩序背后必然有规训，绩效至上会让人疲惫。但中国至少还在试图回答一个美国越来越不想回答的问题，这么多人不能只让赢家活得好，这才是中国的重量，也是中国的尊严。我们可以确定，美国不是世界未来的版本答案，美国只是现代资本主义走到极致后展示出来的一种危险形态。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极其强大，也可以极其冷酷；一个社会可以极其先进，也可以极其无情；一个平台可以极其繁荣，也可以让普通人被系统静静吞掉。而中国这条路真正的难点就在这里，我们必须强大，但不能变成美国那种冷酷；我们必须现代化，但不能把人完全交给资本筛选；我们必须追求效率，但不能把社会变成一个只奖励赢家的竞技场；我们必须让天才有路，也必须让普通人有底。这才是美国这面镜子真正照出来的东西。它让我们看见美国，也让我们看见中国，更让我们看见所谓国家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旗帜，国家最终要回答的是一个极其朴素、极其残酷、极其根本的问题。当普通人掉下去的时候，你到底把他当人民还是当耗材？